19号下午近7时，经过一整天的辩论，香港特区立法会3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3读通过后前往立法会大会，宣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本月23号正式刊宪并生效。国务院港澳办表示，完全支持和热烈祝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顺利通过，相信将筑牢安全根基，加快由治及兴。香港商界也对立法會3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廣泛表示歡迎。今日係香港嘅歷史時刻，係香港等待咗26年8個月零19日嘅歷史時刻，係特區第6屆政府同第7屆立法會終於共同完成光榮使命嘅歷史時刻。係香港特區共同譜寫光榮歷史嘅驕傲時刻。我哋履行咗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嘅憲制責任。李家超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符合3個原則，體現3個重要目標，以及有4個特點。李家超說，3個原則已寫入條文，包括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根據基本法和2個國際公約適用於特區所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以及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應當按法治原則堅持積極防範、依法制止和懲治。3個重要目標包括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以及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保障特區居民和在特區的其他人的合法權益，確保特區內的財產和投資受法律保護，保持特區的繁榮和穩定。至於4個特點，包括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與香港國安法以及香港其他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互相銜接、兼容和互補。條例借鑑其他普通法地區的經驗，但最終按香港實際情況予以落實。條文按現行普通法慣常用語編寫，詳細清晰、容易明白，以及完善過時及不足的法律。李家超在立法會發言後會見傳媒，指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後，香港的好處會更明顯。一國兩制下，一方面自由開放發展，同時獲得國家全力支持，保護香港維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馬照跑，舞照跳，保有單獨關稅區及原有法律制度等。他說，營商和企業必須有安全及穩定的環境才可以成功，否則資金會有所損失，投資和營運會被破壞、被衝擊。因此，安全和穩定的環境會使香港更吸引企業、更吸引投資。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也帶領所有投票議員會見媒體。他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獲得通過，代表香港踏入新一頁，維護國家安全機制得以完善，確保今後在更安定的社會環境下，締造更繁榮的香港。整個審議係公開透明，公眾係可以睇得到、監察得到，相信大家都認同呢一個過程係高質、高效同埋認真，亦都顯示咗行政立法關係嘅良性互動。審議呢個質素咧係達至新嘅高度、新嘅標準，為我哋日後嘅法案審議工作起咗良好嘅示範作用。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辦對香港特區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一步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實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期盼已久的共同願望，在新時代新征程一國兩制事業發展進程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對此表示完全支持和祝賀。發言人說，保國家安全就是保一國兩制，就是保香港繁榮穩定，就是保外來投資者的利益，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就是保香港全體居民的人權和根本福祉。香港國安條例的制定實施，必將進一步築牢香港發展的安全根基，推動香港加快實現由治及興。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香港特区有效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宪制责任，筑牢了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防护墙，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香港由治及兴的前景更加光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也对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表示热烈祝贺。公署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乘势而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东方之珠必将绽放更绚丽光彩。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香港特区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会议于上午9时开始。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开场讲话时表示，社会希望尽快完成立法，因此今日特别加开会议处理草案余下立法程序，有信心全体议员会全力以赴，令立法在高质及高效下完成。本月8号，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并提交香港特区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后，法案委员会便在特区政府的全力配合下，加班加点加开会议审议条文。13号，经过连续6天密集召开20场会议后，法案委员会花了39小时完成逐条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全部181条条文。特区政府当晚随即向立法会提出修正案。14号，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加会审议特区政府的修正案，最后委员会合共开会逾42小时完成条例草案的审议。根据程序，草案恢复二读辩论后，先由相关法案委员会主席提出委员会意见，每名议员可以发言1次，上限10分鐘，再進行表決。橫觀世界各地，冇一個國家係授權俾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國家安全嘅法律，只有香港同埋澳門有呢個機會，充分反映中央維護一國兩制同香港普通法嘅決心，顯示中央對香港嘅高度信任，同埋中央寧願等咗咁耐，都仲要俾機會香港自行立法，可謂用心良苦。葉劉淑儀在2003年曾以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的身份推動23條立法。他在發言時表示，很高興如今能以議員的身份參與立法工作。呢次嘅國家安全立法呢，比起我21年前嘅時候處理呢，係肩負更大嘅責任。咁我好高興今日我哋行到呢一步呢，係立咗法嘅呢。2014年，我相信我哋唔會出現咗79日嘅佔中，外部勢力咧喺香港搞出嚟，想顛覆香港社會秩序，推翻政府嘅政策嘅一項活動嚟嘅。然之後2019年更有駭人聽聞嘅暴力嘅行動，想推翻政府，想分裂香港出去。自稱非建制派的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也表示，誠意支持23條立法，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時刻，不僅標誌國家安全受到保障，也代表香港在國家安全的基礎下可以更放心發展。他形容為如鷹展翅翱翔。狄志遠還表示，歡迎特區政府多次表明法律會遵循2份國際公約，保障香港人的人權自由，認為代表國安法律不會阻礙港人享有應有的人權和自由。完成23條立法唔係一個結束，而係一個新嘅開始，係要開始創造一個更美好嘅將來。因此，特區政府要交出功課，立法會要做好本分，市民要抱有信心。未來要做嘅工作比完成23條立法更加多，更具挑戰性。所以現在仍未係慶祝嘅時候，但係我哋可以為見到嘅將來而感到高興。有超過80名立法會議員在恢復二讀辯論中發言，他們一致支持立法及特區政府提出的修正案。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答辯時感謝全體議員毫無保留支持23條立法。他說，特區政府自從1月底就基本法23條立法開展公眾諮詢，在過去近2個月，
在立法会、特区政府、市民及各界努力下，今天迎来草案恢复2读。强调政府立法目标是全面落实《基本法》23条、528决定及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並訂立之後呢，將會同埋香港國安法緊密銜接、兼容同埋互補，喺特區形成一個完整嘅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特區嘅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制，再加埋執行機制，喺香港回歸以嚟呢係超過26年，終於可以得到一次全面嘅檢視同埋完善。香港自行訂立一套包含罪行、執法權力、程序同埋措施嘅完整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將會為全面係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針提供堅實嘅保障。經過超過7個小時辯論，下午4時許，香港特區立法會表決2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隨後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包括審議和表決特區政府提出的91項修正案，之後進行3讀程序。香港特區立法會19日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加開會議，3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完成23條立法的歷史使命。多名議員在發言時表示，他們相信把維護國家安全的這塊短板補上後，香港輕裝上陣，集中精力拼經濟、拼發展。香港大律師馬恩國在接受深圳衛視駐港記者採訪時表示，法案通過意味着有更多的法律可以去保護香港，能有效杜絕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發生。呢一次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立法呢，係會涵蓋咗一啲港區國家安全法冇涵蓋嘅內容，咁所以就會健全咗、完善咗我哋整個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嘅一個體系嘅一個立法，咁就會喺方方面面任何危害我哋國家安全嘅行為，都會被涵蓋到喺呢2部大法律裏邊嘅。香港研究協會於3月5號至12號開展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1034名18歲或以上市民。調查結果顯示，72%受訪者認同香港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約67%的受訪者認為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相信無損市民日常生活和行使基本權利。約有60%受訪者對香港未來經濟前景有信心，當中約半數人相信落實條例草案會產生正面影響。可見，盡快通過條例草案順應民意，符合市民福祉。此外，有大約45%的受訪者十分認同及認同香港社會仍面對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顯示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馬恩國告訴深圳衛視駐港記者，對於一部包含181條條文、5大類罪行的法律，以這樣高效、高質量的方式完成立法，是自香港開埠以來罕見的，凸顯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變幻莫測的背景下，香港必須要有完善的國家安全法律體系，去維護國家和自身利益。我哋其實2019年啊、2014年嘅佔中啊，呢啲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都係因為美國國力同中國嘅國力美國嘅叫做中國威脅論啦。如果下一次美國再有一啲想使用香港作為顛覆國家政權嘅基地，都會有呢啲法律嘅保障，從而香港不會再重蹈2019年嘅覆轍。多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19號的恢復2讀辯論中表示，完成立法後，香港可以全力發展經濟民生，並可確保穩定社會環境，吸引投資。完成立法後，香港將會全力聚焦經濟發展，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同埋8大中心嘅功能，推進高質量發展同埋高水平安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嘅新階段，我對未來充滿信心。香港大公報19號的社評就指出，對於香港以本地立法補齊維護國安的短板，國際社會及商界也投下信心一票。香港投資推廣署委託德勤進行的市場調查顯示，截至去年底，香港擁有超過27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管理的資產超過30萬億港元。家族辦公室行業在香港蓬勃發展，這是印證香港擁有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法治環境的最佳注腳之一。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透露，本周香港将迎来第二批约20家重点企业，加上第一批30家重点企业，合共为香港带来400亿元投资，创造13000个就业机会，以创科和管理职位为主。这些重要企业进驻香港及增加投资，将产生虹吸效应，吸引上中下游企业来港发展，加速科创生态圈的形成。社评表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为稳定提供更坚实的基础。香港回归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朴素的道理。这也正是香港社会热切期盼立法会尽快完成國安立法的底因所在。特區政府應該進一步就23條嘅內容同埋細節向國際人士解說，做法要主動，次數要多，解說要不厭其煩，內容要精準清晰，積極加強招商引資，吸引外國投資者同埋國際企業落戶香港，提升香港嘅經濟動力，讓世界睇到香港落實23條之後，進一步貫徹一國兩制，背靠祖國，發展前景只會更加好，不會變差。並且係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嘅重要橋頭堡。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评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香港立法会今天3读并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完成了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那对此您怎么看呢？主持人好，在香港基本法中呢，第23条要求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但是自从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虽然从2003年就提出23条立法，但此前在一些乱港议员的阻挠下，23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以至于发生2019年香港黑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制止黑暴行为和投敌叛国的行为。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过程中，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国安法，新一届特区政府也把23条立法提到议事日程。今天3读并全票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就是基本法23条的具体细则和执法措施，从而来弥补香港法律体系中的空白，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比如说什么行为是泄露国家机密？23条立法草案中明确规定了7种行为，包括泄露重大决策秘密、经济和社会发展秘密、科技秘密、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关系的秘密等等。非法披露国家机密要判多少年呢？14年。犯了叛国罪要判多少年呢？终身监禁。也就是说23条立法把基本法中的原则变成了可以操作和执行的法条。对个人来说23条立法将提供更加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有效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对营商环境来说23条立法将为香港提供更加稳定、更加透明、可预测的经商环境，为海内外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进一步的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的地位。对于中央和香港的关系来说23条立法实现了香港与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衔接，可以更好地维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和特殊地位。其实无论是美英还是别的法治国家，都有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法律的界定越清晰，个人和产业界就越清楚底线在哪儿，也就能够更加专心地发展科技与经济，这对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23条立法，海外有些言论质疑2读3读的速度太快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23条立法从2003年提出来以后经历了20年了，你说这时间还不长吗？从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到现在也有好几年了。关于23条立法无论是社会咨询还是专家论证，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可以说具有相当成熟的立法取向和专业讨论。所以有议员说，现在审议的23条立法草案是迟交了27年的作业，这是从基本法颁行之日计算的。今天3读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年1月份就向公众公示展开咨询征求意见，收到了超过13000份意见书。1个月以后开始列入立法议程，
这个法案委员会经过7天时间的连续作战，对181条法律条文加以审议，做出了40项修改，然后呢才是2读、3读。今天举行的2读辩论，每个议员都发了言。我想这恐怕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机构是难以做到的。然后才是3读，也就是表决投票。从立法程序上看，23条立法毫无问题，每个环节都是认认真真走过来的。23条立法通过以后，香港特首李家超说这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日后不再需要担心破坏分子乱炒香港，不用担心黑暴颜色革命。他还说到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梁主席每天早晨拿起手机，总是收到几位议员的短讯，讨论的都是23条。对他来说早上起床是23条，半夜醒来也是23条，脑海里总是23条。看看这怎么能说立法速度太快了呢？立法程序不仅正义，而且是非常讲究质量。我们反过来看美国的爱国者法案，也是一个安全法了。众议员用了1天时间通过，参议员也只用了1天通过。911事件发生以后共用了21天，美国政府就递交了爱国者法案的草案，这才真正让人怀疑这立法是不是太潦草了，是不是存在程序正义的问题。再来看美国众议员刚刚通过的 TikTok 法案，从起草到众院通过不到2周，既没有公众咨询，也没有法律专家的讨论，众议员们没有充分的讨论，几个人发了言就投票通过了。那么比照香港的23条立法，他们一定会自惭形秽，无话可说。